中华民国国军之根源自那所传奇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。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，此校孕育了3000多位叱咤风云的名将，20万余英勇的毕业生。然而，其中19万的热血青年未曾归来，他们以高达95%的牺牲率，铸就了国魂的不灭荣光。可以说，正是黄埔军校的坚韧与壮烈，支撑起了整个民族的抗争天空。若要铭记那段伟大的抗战历史，便无法忽视黄埔军校的崇高与悲壮。时光倒流至1924年6月16日，黄埔岛上的开学典礼盛况空前。那一天，孙中山先生的亲临与演讲，为这所军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石。他深情地宣告：今日在此创办军官学校，唯一之希望即在于创立革命军，以挽救中国之危亡。他进一步强调，只有抛弃升官发财的思念，全心全意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，实践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，方可达成革命的终极目标。就在那天，名扬四海的黄埔军校正式揭开了它的历史篇章。回望创校之初的那段日子，黄埔军校正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英明指引下应运而生。特任蒋介石为校长，肩负着打倒军阀、建立有信仰的革命武装的重任。从第一期开始，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才俊，为了国家的救赎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，到黄埔去，成为了当时最激荡人心的口号。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生于战场，护国至死。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，他们举起手中的钢枪，立下铮铮誓言，奋勇杀敌。那时无人能够预料到，这些年轻的学子竟会在日后的岁月里，以如此惊人的力量改写近代历史的走向。草创时期的黄埔军校，如同破晓前的微弱曙光，面临着无尽的艰难与困苦。学校的经费捉襟见肘，设备陈旧不堪，武器弹药严重不足，甚至日常所需的伙食都难以保障。那时的军校在社会的关注中几乎被边缘化，鲜有人给予足够的重视。然而，在这样的逆境之中，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却遭受了来自外界的嘲讽与轻视。一位军阀的军长曾不屑地嘲笑他：“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？你那些娇弱的学生兵，我只需派一个营就可以缴了你的械。”面对这样的羞辱，蒋介石并未因此动摇，反而更加坚定了办好这所军校的决心。初创的艰苦岁月虽然给师生们带来了无数的挑战和磨难，但却从未消磨掉他们心中那份救国的坚定信念。这些年轻的学子们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热爱，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黄埔的大门，先后完成了2次东征的壮举。而在挥军北伐、完成国家统一的伟大历程中，黄埔生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毅力。他们的英勇无畏，使得当时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吴佩孚也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：“我自己的军队是不怕死，但黄埔生是不知死。”这一战让吴佩孚输得心服口服，也让黄埔军校的名声响彻云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，北伐航空队也作为一股新生的力量，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北伐战争。他们主要负责侦察、标定以及密接支援等重要任务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而北伐航空队正是中华民国空军的前身，他们在北伐战争中奉献了自己的心力，也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事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更是成为了国军的坚强后盾。据研究资料显示，抗战期间国军一共阵亡132万人，其中黄埔生占全部牺牲国军的4%。这意味着每阵亡100名国军官兵中，就有至少14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。在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中，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例子。从1932年的128事变开始，国军第87师的少校营长朱耀章在葛龙镇战斗中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，最后身中7弹，壮烈殉国。他是黄埔第5期的优秀毕业生，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。1933年1月，日军进攻古北口，国军中有3位勇猛的师长担当此处的防务重任。他们均出身于黄埔1期，分别是第2师师长黄杰、第25师师长关林征以及第83师师长刘康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双方短兵相接，场面惨烈非凡。关林征多处受伤，浑身染满鲜血，但他依然坚定地指挥战斗，直至身边的1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。他的部下，毕业于黄埔3期的第149团团长王润波，更是以身作则，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正面冲锋，
最终不幸英勇殉国。此次战役虽然日军取得了一些小胜，但他们的主力部队却遭受了重大挫折，而国军主力得以成功转至大后方。1937年8月12日夜，南口战役中，国军529团第3营的第7连与第9连对日军坦克发起了逆袭，其中黄埔77的龙贵全作为第7连连长，他全身挂满了炸药包，毫不犹豫地冲向日军的坦克。他将炸药包扔向坦克窗口，以血肉之躯与钢铁之敌相搏，竟然成功地炸毁了6辆坦克。然而，在激战中，他不幸被机枪击中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5岁。与此同时，与他同级的第9连连长王有光在后方坚守阵地，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，并身负重伤。最后，他在日军的战机轰炸下，也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在南口战役中，国军付出了3万多人伤亡的代价，但却歼灭了敌军15000人。他们将日军硬挡在居庸关外长达20天，使其无法前进半步。这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深情地写道：“居庸关，我军固守未退，坚守半月，足以令敌人胆寒。”汤恩伯因此战成为了世之名将。至1937年8月，淞沪会战成为了抗战初期最为惨烈的一役。在这场战役中，参战的国军主力与重要将领几乎清一色地出自黄埔军校，包括总司令陈诚、罗卓英、胡宗南等名将，以及张灵甫、王敬久、孙元良、宋希濂等高级将领。他们共同构成了抗战的中坚力量。基层军官同样以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为主，他们虽年轻，却展现了无比的英勇与坚定。在罗店争夺战中，黄埔军校毕业的第401团副团长汪华林，在血战10余日后主动请缨，率领一个排坚守新阵地，掩护全团抢修工事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，他始终坚守阵地，打退日军多次冲锋，直至黄昏时分，全排官兵壮烈牺牲，用生命铸就了不朽的荣誉。而在宝山保卫战中，同样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姚子清，率领全营600官兵，浴血奋战7天7夜，直至最后全部壮烈殉国。这位年仅28岁的将领，用他的忠诚与勇气，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赞歌。淞沪会战后期，黄埔4期的谢晋元将军率领800壮士进驻4行仓库，孤军奋战4天4夜。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，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，为守军送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。当国旗在4行仓库上空飘扬时，守军们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谢晋元将军临时用竹竿制成旗杆，平台上站着10-20人，他们共同向国旗敬礼，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与敬意。在这场战役中，谢晋元将军多次抵挡住日军的进攻，成功掩护了其他国军的撤退，用生命守护了民族的尊严。800壮士之名，从此响彻全中国。1937年12月，南京保卫战中，黄埔系的国军将领们再次展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。第87师旅长易安华、第88师旅长朱志、高志松、团长韩宪元、第156师参谋长姚中英、教导总队的团长李昌林、谢承瑞等将领均先后阵亡沙场。这场战役中牺牲的黄埔基层军官更是数不胜数，他们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丰碑。至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之际，中国远征军增援缅甸，展开了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战争。这场战争中，中国军的统帅将领是黄埔1期出身的杜聿明将军，其他黄埔将领如宋希濂、郑洞国、戴安澜、廖耀湘、邱清泉等也均参与了此次远征。其中，戴安澜将军在第1仗的铜鼓战役中任国军第200师师长，他在这场战役中壮烈殉国，年仅38岁。在牺牲前，他留下了一句话：“现在孤军奋战，决心全部牺牲，以报国家养育之恩。”这句话成为了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誓言之一。1944年衡阳保卫战，方先觉将军率领17000余衡阳守军，坚守47天，以巨大牺牲抵抗近10万日军。次年湘西会战中，黄埔3期毕业生王耀武指挥，张灵甫、李天霞等黄埔将领共同奋战，彻底挫败日军嚣张气焰，直至抗战胜利。整个抗战期间，20万黄埔将士英勇抵抗，捍卫民族尊严。他们的英勇付出是抗战胜利的关键，也是民族历史的骄傲。纪念抗战，必当铭记黄埔军校与那些怀揣爱国之志的黄埔学子。